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听玉。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近年来两岸关系进入冰点，共机频繁骚扰我方海域。在裴洛西访台后，中国更是大张旗鼓进行军演，造成区域情势的紧张。中方片面推翻海峡中线，官媒央视更声称，在中线以东的区域将进行常态化军演，这对台湾的国防压力造成极大威胁。在军演之际，中国一连推出了反制政策，除了暂停和取消对美的8项合作，还公布台湾问题白皮书。不过在此同时，我们更将也暂停审议的台湾，将比裴洛西访台更实质地提升台美关系。未来台海情势如何发展？一起来看独立特派员的深入观察。出动上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编队起飞，奔赴台岛北部，推翻海峡中线，军演常态化，台海情势进入紧张阶段。他可能就是希望借升高台海周边的紧张情势，强迫美国跟他就限制美国今后跟中华民国的政治军事交流，证明北京自己是一个中国威胁论。证明了北约秘书长在今年6月所说的中国威胁霸凌其他国家，以军事威胁台湾。那再来就是他毁了这个就是政治观，等于是说他把台湾越推越远。美中台关系牵动着区域和平的敏感神经。美台之间的这个关系提升呢，代表的就是直接冲撞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外交上一个默契，就是一中政策，一个中国，美中之间全面性的战略竞争，引爆了这个政治的后果，要台湾来承受的话，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您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哪来的什么海峡中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继裴洛西访台后，美国参众议员访台，共军再度军演，并持续越过海峡中线。央视宣称，共军将常态化在海峡中线以东进行演习。军事专家分析，中共片面推翻中线默契，我国防不能让步，以免共军步步进逼。当发现中共的军机军舰可能有跨中线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占领一些重要的战术位置。占领重要的战术位置之后，就表示说如果你有进一步的动作，我们已经占了上风。那可以预期，就是以后在这个区域的双方的空军、海军短兵相接的频率一定会增加。在如此高压和频繁的对峙行动中，国军的人力装备是否足以因应，将是一大挑战。我们这次可以看到，我们的济阳级舰50几年了，还出海去顶住中共的可能不到10年的军舰。那因为这次演习大概高峰期只有4天。如果中共是持续几个礼拜的话，我们这些像济阳级舰这些年纪有一定服役年龄的舰只，它的妥善率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接种提醒，当越过中线成为新常态，往后台湾要面对的将不只是军舰、军机，甚至渔船、海上民兵、海警的联合行动。海军军舰换装、海巡署造舰计划都需要调整。中共的海警里面，它有13艘在4000吨以上，其中有2艘呢在12000吨以上，比我们的基隆级驱逐舰排水量还大。而且中共这些比较新的大型的海警船，基本上是按照军舰的规格在打造，所以它结构非常的强。
苏紫云认为，台湾应该从战略及预算。空飞弹、反舰飞弹是一个很好的不对称的一个武力，可以保护我们自己。那最近美国 CSIS 这个智库做了兵推，也证明就是台湾的这个反舰飞弹可以有效的阻绝中共的登陆。可是我们面对平时就是说中共用这种船舰骚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正规兵力。这次大规模军演之际，中国宣布对美一系列反制措施，包含取消中美3项军事交流机制，暂停5项领域合作。我们要正告美方，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趁早打消以台制华的念头，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多做正事儿、实事儿。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and the ships in her strike group will remain on station in the general area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We will conduct standard air and maritime transits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next few weeks. 裴洛西访台，台美关系升温，让中美关系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一定要想办法释出善意。所以说，这个目前在看在外交场合来看，就是今年的11月，只要一坐下来，都有很多建设性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会比较导向这个打开门，要合作，要对话。所以这个在外交运作来讲，它是很重要的一门艺术。美中会晤，北京势必会在台湾问题上对拜登政府施压。大国之间的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利益？从过去美中台3边关系的历史上来看，我们很难很安心嘛。就是说，美国经常为了维护他的国家利益，他跟中国大陆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或者其他的需求，他经常也是用这个对台湾问题上让步，换取中国大陆的让步吗？我的观察应该是不会并不是我们自己就是说夜郎自大，而是台湾真的对美国太重要了。台湾的安全不只是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美日的这个共同安全，也包含韩国，比如日本、韩国，它是海上生命线。那对美国来讲的话，除了是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之外，对美国本土的飞弹防御也是非常重要。美国行政部门极力促成双边领袖会晤，据传也在军演期间游说民主党议员延迟审议台湾政策法案。这项法案是由美国参议院2党领袖合作提案，大幅调整美国对台政策，包含将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提供台湾军援资金、驻美代表处更名等实质内容，是美国国会近年来深具代表性的旗舰性的挺台法案。这也彰显出美国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高度共识跟坚定的支持。外交部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各界推测，法案虽然遭到延迟审议，后续再审通过的可能性高。如果裴洛西访台，北京以大规模实兵演练反击，那么台湾政策法案一旦通过，可以预见冲突将会更加升级。美台之间的这个关系提升呢，代表的就是直接冲撞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外交上一个默契，就是一中政策，一个中国。美中之间全面性的战略竞争引爆的这个政治的后果，要台湾来承受的话，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军演期间，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赵建明分析，从1980年代到2019年，中国设定的统一步伐已经加快脚步。统一事业的急迫性，过去它不急迫，是远期努力的目标，它现在急迫要完成了。第二个，它不排除武力，那么国安单位要立即处理而处理的方式不是强化军事，那没有解决问题。处理的方式一定要找到其他政治解决。白皮书其实就是只是它片面的宣示，我们只要有足够的防卫力量，就可以确保我们生活方式。我想最重要的是，现在所谓的台海的议题不是统独议题了，
而是民主跟独裁的这个议题。无论立场为何，中国设定的统一目标和进程已然逼近。从这次大规模军演即可看出，是作为武力攻台的实兵演练。接种分析，4天的军演可看出共军连续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但也暴露2大缺失。第一个，攻击的间隔过长，这是其实是个蛮严重的一个战术缺失。以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那9枚弹道飞弹，只有最后4枚从福建发射的，勉强达到这个所谓的同时弹着的这样一个标准，其他5枚基本上都是零星到达台湾，所以同时弹着的效果并不好。那这边可能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共军的演习规划可能有问题。近日各界纷纷推估中共武力犯台的时间表，从2027到2035都有不同的看法。就从今年开始往下推5年，他在第3任期，可能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现阶段是还没有达到武力犯台能够速战速决的技术门槛，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是否犯台是中共政治决策。如果中共的高层对于两岸发展局势感到悲观，那就算他觉得现在能力可能还不够，他也非打不可。根据中共军方一些相关的讨论，他们其实不太赞成长期封锁台湾。第一个，这跟速战速决的指导直接冲突；第二个，长期封锁可能可以逼台湾上谈判桌，但是万一最后台湾还是决定不无条件投降的话，他到最后还是要面对攻击台湾本岛的问题。接种分析，若中国采取类似封锁措施，可能借此达到它的政治和外交目的，不过也将承受相对的国际压力。中国已经明确统一的目标，以台湾现今的主流民意，难以接受统一或一国两制。那么两岸是否终须一战？学理的方式推断，似乎就是只有走向终须一战。可是当然，政治的这个问题呢，它并不是那么单一的，它是比较多元、多面向，而且是比较复杂。也就是说，兵临城下，需要的就是和平的使者，化解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真的开战了，老百姓呢这个牺牲，还有这个整个社会满目疮痍，这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台湾有足够的防卫力量，那这个攻台的时间点可能就会无限的延后。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不用依赖敌人的善意，或者是说其他朋友的支持，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最重要的一个砝码，不是别人的筹码。赵建明认为，台湾不是别无选项。他有很多内政外交的议题要处理。坦白说，两岸关系并不是他的优先。那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他把两岸关系放到其他这么多问题的前面？这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他，使得两岸问题可以再回到过去的不是优先的处理的事项？中共军演拉高了紧张的态势后，美中台三方未来的每一步将牵动着敏感又脆弱的台海安全。我觉得台湾方面，我们要内部要先寻求一个共识，不同的政党要起来，负责任的起来，然后共同举行一个国事论坛，大家来讨论该怎么办。我们这一代学习军事、学习政治，是为了让下一代有自由，可以学习艺术、学习文学、学习经济。我想，这个用来形容目前我们的境况，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台湾数十年的和平是否已经进入转折的关键点？
身处在当下，人们或许看法分歧，然而时代的脚步并不会停下，当下的每一步将决定未来的历史走向。台美中关系牵动的未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朝野各界的对话与共识也格外重要。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